大家好，关于芹菜种植，若是采用种子撒种的话，土壤保湿的时间需要比较久，因此就直接撒在休养中的芦笋旁边沟槽里啊。现在要挖掘进行移植的是美国芹菜品种，这长大后会比台湾传统的品种还粗啊。感觉就像是美国人的体型哈，通常在骨架上会比亚洲人大一样。而这芹菜的根系已经非常健壮，加上野性非常强，就算不带土移植，也非常容易存活。由于比较嗜水的特性呢，就在蓄水池旁硬挤出空间，种上两种品种的芹菜。分别是美国芹菜与田尾芹菜，而要进行移植前，先将这些挤在瓦片内的大陆妹采收掉。这大陆妹是福山莴苣的品种，小小的瓦片种植槽内故意硬挤进20颗大陆妹的原因，是因为大陆妹最好吃的部位是中心菜梗的部位啦。因此，若是使用种子种植，可以尝试小空间种植，这样可以逼迫只长出中心的菜梗为主啊。若是喜欢种植到大颗一点，就要把间距拉开，这完全就看需求决定啊。想要只吃中心菜梗为主，就挤一点，但量会比较少。撒种子的话，可以这样种。个人输出也是看亲戚需求了，喜欢很大颗才厉害就给大颗的，喜欢吃精致的就给小颗的。而这结球莴苣也依据同样的道理呢，让他们可以加速包覆啊。隔壁小黑又来学种菜了哈，只是结球莴苣还没有介绍完。先来前面看一下部分年菜的准备状况。眼前这是懒得盖网的壳子白菜，会让它长到这么大却没有采收呢，是要用来替代大白菜了。目前已经在进入结球的阶段了。很多小白菜类一般是当短天期的叶菜类种植啊，但若是种植时间拉长，不进行采收，天气不过热的情形下，也是可以进入结球的状态。这紫薇小白菜也是故意不采收，尝试让它结球。而种植数量不少的结球莴苣，部分已经进入采收阶段。内部最晚才种植的半天蒜，生长的状况算是非常理想。在遇到过年或是长假，现在除了进行采收或是移植之外，最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进行撒种育苗。等过完年后呢，就可以再次上工啊。幼苗经过10几天的生长，就可以很容易顺利移植。在移植前整地时呢，习惯添加炭灰或是有机质。最主要的目的，除了增加土壤的透气性，也是在调整土壤的酸碱程度了。虽然一般作物都偏向酸性的土壤，但是种植过程中灌溉河道的水与酵素都是酸性啊，长时间使用下来，土壤也会接近酸性。因此，在移植前加入草木灰与生物炭呢，也可以让土壤的酸碱程度微往中性靠，这样后续浇水或是浇淋酵素效率感觉就可以比较好。而由于芹菜算是比较嗜水的作物啊，因此就选择种植在蓄水池旁。另外，在移植前只先进行松土，翻松时并没有加入炭灰啊。等移植完后，才将炭灰泡在水里进行直接浇淋。因为觉得这空间比较小，无法筛完芹菜苗，就顺道再做个不同方式种植的比较。除了要看作物的生长变化，也顺道看一下种植后土壤的湿黏程度变化。
坐下，哎，边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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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这则是翻松时先加入炭灰才进行移植的比较组啊。但是这位置比较特别，除了有挡风的效果，也完全没有日照。接着，这要进行移植的是田尾品种的芹菜，这种品种叶片比较黄，但是比较软湿啊。不过原本是要种植芹菜馆啊，就只能等明年再来了。这位置一样是靠近蓄水池旁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后院地势比较高，这种植槽内就可以同时种植洗湿与洗干的作物啊。会这样种在一起的原因是方便帮一旁的青葱进行培土，因此在移植前将芹菜的种植地挖深，刨起的土就提供给两旁的青葱覆土使用。概念跟高低葱种法很像啊，在槽内直接调整地势高低，就不用再多找额外的土壤进行培土。不过这有一个要求啊，就是种植的位置呢，地势要比较高，这样才有办法避免掉因为下雨积水的困扰。经过约1个月的变化呢，因为过年期间采用的是放养的方式啊，除了天气的原因，这芹菜生长的速度感觉有点缓慢，而这采用直接种植后才进行添加炭灰的效果呢，感觉会比直接将炭灰拌在土里区块生长的较慢。而这完全没有日照、有挡风效果的区域呢，生长得比较快，算是有点意外。接续会开始使用咖啡渣酵素来拉高氮肥，做嫩化的动作。最后，这是日前利用火箭炉的概念，烧制草木灰与生物炭的尝试设置啊。只要树枝有晒干，效率就可以很好。只是因为隔壁叔叔觉得这样设置很安全呐，干树枝越爆越多过来，意外的收获是获得不少的芽管，让面对余生梁下这个问题呢，可以开始规划多层次的种法。以上分享，谢谢收看。